2個男人在我家酒店偷情，被我當場撞破，其中一個竟然是正主的親弟弟。爸爸最近老是跟我說，家裡的酒店老是出事，半夜12點的時候，客人总是能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。於是我瞞着他穿了件保潔的衣服去調查。今天是我第1天當酒店的女保潔，我小心地問經理，每天什麼時間去房間裡打掃衛生？經理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，道：每晚12點，你去空房間裡打掃，記住，不該看的別看。我心裡一驚，趕忙點頭。這天晚上，我來到1111號房間裡打掃，剛剛換好枕頭套，就聽到衛生間裡仿佛傳出了一道男人的呻吟声。我小心翼翼地朝着门口走去，發現浴室玻璃淋浴的地方，好像有2道男人模糊的身影，他們的身體擠壓在玻璃上，像是被壓到了變形。就在我準備上前仔細看清楚的時候，砰的一聲巨響，酒店房門被踢開。我還沒反應過來，臉上便一陣火辣辣的痛感。誰叫你勾引我老公的？看老娘今天不弄死你！胖女人一上来便揪着我的头髮，把我向酒店大堂拖去。你们要干什麼？我是工作人員。我試圖喚起他們的一絲理智。工作人員，我看你們是 cosplay 玩上癮了吧？這個房間是我老公的房間，你不是小三，難道還是我？胖女人冷哼一聲，夠了，不要再鬧了，你已經打了人家1巴掌了，還不夠洩憤嗎？我們回去吧。一個穿着浴袍的男人竟然從我剛才打掃的房間浴室裡走了出來。我打掃的不是已經退掉的房間嗎？不要再鬧了，楊啟航，你居然叫我不要鬧了，我今天偏偏要打死他。聽到楊啟航的話，胖女人手上的力道又加重了些，痛得我腦裡直嗡嗡。楊先生，你趕緊解釋清楚，我跟你根本就沒關係。如果你再不將你的太太帶走，那麼我會採取報警，後果自負。楊啟航聽到我的話語，眼神有些飄忽，低下了頭，不再作聲，一副默認的模樣。楊啟航心虛的模樣是給了胖女人極大的自信，更加堅定了我是死不承認的小三。他將我架了起來，指使周圍的幾個女人則不斷地對着我的下體拳打腳踢。臭女人，叫你勾引我老公，我要讓你生不如死，我要讓你這輩子都沒有孩子。嫂子說的是，這個女人是用下面賺錢的，我們就讓她失去賺錢的資本。黃頭髮的女人惡狠狠地說道：我不是小三，你們要是這樣對我，我會讓你付出代價的。眼見解釋不管用，我只能威脅起來。代價？你勾引我老公，我現在就讓你付出代價，撕碎他的衣服。這麼喜歡勾引別人老公，那就讓全世界的人都看看。黃頭髮的女人拿着手機舉到我的面前，示意着胖女人們動手。聽到撕衣服，女人們眼裡放出了光芒，衝上來就開始拉扯我的衣服。我急忙護住自己的衣服，絕望爬上我的心頭。呦呦呦，你這脖子上面還帶着玉，是求着我老公給你買的吧？臭不要臉！這個玉是我外祖父留給我的最後想念。眼見胖女人盯上了這個玉，我急忙用雙手護住。不是的，這是我外祖父給我留下的，求求你們了，不要碰它。胖女人見我懇求的模樣，臉上的笑容越加猖狂。外祖父，你可真會編，這玉肯定值不少錢吧？就你這窮酸樣還能買得起？還不是在床上求我老公買的？胖女人一把把玉搶了過去，用力地扔在地上。看見玉在地上變得四分五裂，徹底地激起了我的怒火。我用盡全身力氣對着胖女人甩了1巴掌。其他人見我這樣，紛紛為我和胖女人留出了戰場。可我渾身酸痛，根本打不贏，很快就被胖女人壓倒在地。剩下的女人們則一蜂窩衝了上來，對着我拳打腳踢。我沒有力氣反駁，只能任由他們毆打。在縫隙裡，我看見廁所裡面走出來了一個赤裸的男人。他拿起衣服，偷偷摸摸地走出了房門。我想說，可是卻被他們一水壺砸暈了過去。迷迷糊糊暈倒時，我才聽到劉經理帶領保安到來的聲音。住手！你們在幹什麼？再次睜眼時，我已經到了醫院。我試圖坐起來，卻發現渾身疼痛無比。我忍住疼痛，拿起了床邊的手機，撥打那個沒有備註的電話。聽到電話那邊的聲音，我眼淚止不住地流出。爸，你快來救救我！我正在說話，突然房門被打開，一個男人走了進來。楊梅，你醒了。男人語氣充滿關心，臉上的虛偽卻快溢了出來。劉經理，為什麼你讓我們保潔半夜12點去打掃衛生？你早就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。你誤會了，哪能呢？我什麼時候說是半夜12點了？我明明說的是中午12點。12點退房了，可不得去打掃衛生。劉文杰陰沉沉地說道。劉經理，這是要讓我吃啞巴虧？我許楊梅可是從來不會吃一點虧。我質問道。可是監控壞了，這也沒辦法呀，咱拿點賠償款算了。要是鬧大了讓總公司知道，說不定你也落不到什麼好處，還有可能因此失了飯碗。你是在威脅我嗎？我可沒有，不過要是你願意付出點什麼的話，這監控說不定能修好。劉文杰望着我，眼睛裡面滿是貪婪。難怪劉文杰胸有成竹，原來這個監控在他的手上，他居然想借着這個監控威脅我服從他。惡心齷齪男，我呸，臭不要臉的！聽到我的辱罵，劉文杰臉上瞬間變得難看。傷成這樣還敢罵我，
怕是不知天高地厚。说着，刘文杰便坐在了我的身上，身下一陣剧烈的疼痛傳來，痛得我直尖叫，忍不住蜷縮了起來。你有病啊，刘文杰！呀，不知道你受傷這麼重，我來看看你那裡受傷了。說吧，劉文杰就要掀開我的被子，對我動手動腳。我忍住疼痛，一把推開了他。你們在幹什麼？胖女人突然和楊啟航出現在了醫院。我就知道你不是什麼好女人，在醫院裡面還跟男人勾勾搭搭。胖女人双手抱胸，一臉了然的模樣，仿佛根本沒有看見我掙扎的模樣。劉文杰見狀，立刻從病床上跳了下來，說道：王小姐誤會了，我們只是同事之間的打鬧罷了。明明誤會已經解除，可是胖女人看我的眼神還是有着恨意。王小雨，楊啟航神色有些不耐地警告道：好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錯，好吧，我們願意賠償你20萬，這樣子可以了吧？王小雨有氣無力地說道。她扭動肥胖的身體，滿臉不情願，眼神四處飄忽，愣是落不到我身上。王小姐，這是在對着空氣道歉嗎？大聲點，我聽不到。我直直地望着她，眼裡滿是挑釁。我都跟你道歉了，你還要怎樣？是不是嫌錢不夠多？好，給你50萬，我們一筆勾銷。50萬，看着女人囂張的表情，我頓時明白，難怪女人昨天如此猖狂，原來她根本就不在乎我是不是那個小三，她只是想洩憤而已。難道她以為有錢就可以為所欲為嗎？真的是可惜了，她碰到硬茬了，我比她更有錢。50萬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昨天打碎的那個項鏈就價值幾十個50萬？你在說什麼呢？你該不會又要說那是你外祖父給你留下的吧？怕不是你在床上拿的報酬費吧？王小雨面帶嘲諷，眼神裡滿是不屑。我不想跟你爭辯，到時候鑑定結果出來，你就知道值多少錢。就算幾千萬又怎樣？你可以證明是我做的嗎？你有監控錄像嗎？王小雨滿臉有恃無恐，楊啟航臉上有些煩躁，但依舊保持着沉默。你真可憐，只知道抓小三，怕是連小三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哦。我微微勾唇，眼神裡滿是鄙夷。聽到我話語的楊啟航臉色微變。你在說什麼？王小雨衝上來就想掐我，劉文杰連忙阻止。王小姐您別生氣呀，許楊梅她都是瞎說的，都是為了錢，小姑娘嘛都會有點虛榮，您諒解。說着，劉文杰又回頭衝我吼道：許楊梅，你不要給臉不要臉，這位可是啟航集團的楊總。啟航集團，聽到這個名字，我有種莫名的熟悉感。哼，別說了，你怕不是看穿了我老公的身份，想要攤上我們吧？王小雨抱着胸，滿臉不屑。那報警吧。我不願意再與他們過多糾纏，拿起手機就要報警。好啊，那就報警啊！我看你這窮酸學生，用不用得起這幾千萬的項鏈？劉文杰一把搶過了我的手機，有些不耐煩地說道：許楊梅，你能不能別鬧了？你當真以為別人是不識貨的嗎？你這個破項鏈能值這麼多錢嗎？更何況監控已經壞了，你有證據嗎？我勸你不要給公司找事。不就是想攀高枝嗎？沒門兒！看你樣子就是個窮酸命。王小雨滿臉鄙夷。居然有人說我許家千金是窮酸命，那我可要睜大眼睛看看是哪位富豪敢如此妄言。一道熟悉的聲音傳來，是爸爸。爸，你終於來了，我好想你。看見爸爸的一瞬間，我的眼淚終於止不住了，忍住疼痛跑了過去。許家千金，楊啟航看着我有些不可置信，眼裡閃過一絲懊悔。喲，這是哪裡找來的群眾演員？演得還挺像的嗎？做戲做的可真全套。王小雨依舊不依不饒。閉嘴吧你！楊啟航一腳蹬向王小雨，滿臉都是警告。老公你……王小雨跌坐在地上，臉上全是疑問。看到楊啟航此時的樣子，我才反應過來，啟航公司不就是前段時間我爸想要我對接的負責公司嗎？只不過因為我當時鬧脾氣，所以這個項目一直擱淺在。現在看來，啟航公司這個項目怕是要廢掉了。楊啟航此時也想到了這一點，立刻說道：許總，真的是抱歉了，不知道這是您家千金，那個下面多少萬我們都賠，都是我們的錯。对，都是我們的錯，多少錢我們都賠。王小雨連忙幫腔道：賠？你們賠得起嗎？8000萬都能買你們倆命了，就你們那窮酸樣。我學着剛才王小雨的模樣，雙手抱着胸，趾高氣揚地說道：你們把我的寶貝女兒打成這個樣子，你現在跟我說賠錢，難道我差你那一點錢嗎？爸爸在公司裡面當老總習慣了，講起話來總讓人不寒而栗。是，許總，我們會盡力彌補許小姐的損失的，都是我們的錯。楊啟航連忙說道，還不忘給王小雨使了個眼神。王小雨收到信號，連忙跪了起來，捏住我的褲腳懇求道：許小姐，都是我的錯，求你原諒我，我給你磕頭認罪好不好？還未等我反應，他便徑直在地上磕了起来。看着他這模樣，我沒有講話，而是從他手中拽出褲腳，走遠了些，留他一人在那叩拜。不必惺惺作態了，像這種沒有道德的合作夥伴，我想我們許氏集團並不需要。我會讓業內的人都知道你們的光輝事跡的。爸爸冷哼一聲，便要將我扶上床。爸爸，等一下，我們許氏集團旗下酒店的這個威武的總經理還在呢，我們是不是該跟他打個招呼呢？望着劉文杰，我似笑非笑地說道。
不，我只是一個小人物罷了。劉文杰身體微微一顫，隨即立刻一臉掐妹地說道：小人物，你剛才可是用監控裡面的東西威脅我呢，你不是想要點好處嗎？現在集團的老總就在這裡，你想要什麼好處啊？不，我不要好處，能夠為許氏集團做事已經是我的榮幸了。劉文杰臉色驟變，不要好處，那便開了吧。爸爸輕聲說道，並示意保安將他們一眾人拉出去。我報了警，很快那幾個鬧事的就被抓了進去。我去警察局時，那幾個女人還在不停地吵鬧着，憑什麼要抓我進來？我也是被蒙騙的，我怎麼知道她不是小三？黃頭髮女人帶頭起哄。對呀，誰知道她是正經的工作人員，長一張嘴也不知道解釋一下。她難道我沒解釋嗎？我擰緊眉頭盯着她質問道。反正我不知道你是工作人員，不關我的事。女人低下頭，神情有些慌張。黃頭髮的女人則絲毫不懼，雙眼死死瞪着我道：監控都壞了，你憑什麼說你解釋過？就憑你這一張嘴嗎？真搞笑。我沒有生氣，而是看着她輕蔑一笑。你就是楊啟航的妹妹楊麗麗吧？監控我已經修好了，你就好好在那裡面待着吧。你嫂子這一家可是把你哥的這輩子前途都送走了。楊麗麗滿臉不相信，但還未等她開口，王小雨便被抓了進來。嫂子，你怎麼來了？王小雨沒有回答，而是跪倒在地，滿臉淚痕地說道：許小姐，都是我的錯，求求你放過啟航吧，他不能沒有事業，不能失去這次和許氏集團的合作。楊麗麗見狀，徹底懵逼。許小姐，你是許氏集團的千金？我沒有理會楊麗麗，而是對着王小雨說道：錢不是萬能的，並不是50萬都能獲得別人的原諒，不好意思，我比你更有錢。說完這句話，我便離開了。離開之前，還隱隱聽到楊麗麗的叫罵聲和王小雨的慘叫聲。你要害死我哥，你個杜父！這件事結束之後，我很快便進入到了許氏集團工作。由於我研究生期間學的是金融管理，所以很快就熟悉了集團的工作。我調動了集團最好的律師幫我打官司，並且請人幫我調查了楊啟航。我明明那天在他的房間裡面看到了一個渾身赤裸、鬼鬼祟祟離開的男人。如果楊啟航出軌了，那麼對象一定是那個男人。可看王小雨的樣子，她根本就不知道，並且一直以為是哪個狐狸精勾走了她的老公。王小雨抓奸和我上去收拾房間的時間太過於湊巧，並且看王小雨和楊啟航收拾爛攤子的手法十分嫻熟，想必肯定不是第一次發生这件事情。劉文杰以為我只是一個窮學生，所以只是將監控簡單的刪除了，並沒有做太多的手腳。在技術專家的努力下，很快就修好了監控。有了監控，王小雨很快就敗了下風。正當官司快結案時，楊啟航卻找上了我。許小姐，我知道說什麼都不能彌補你的傷害，但是我與王小雨雖然是夫妻一體，他做錯了事情，可是與我沒有任何關係，我還是非常誠心和許氏集團合作的。楊啟航語氣誠懇，仿佛此事真的與他無關似的。我們是合作夥伴，你能不能先放過王小雨，等我們離婚後再向他起訴？見我不說話，楊啟航語氣有些急促。看到他的模樣，我心中一陣了然。他與王小雨是夫妻一體，我找王小雨索賠，王小雨沒錢，法院只能強制拍賣夫妻財產。啟航公司是楊啟航一手創辦的，自然不會輕易放手。楊先生，你怕是沒有擺清自己的地位吧？就你還配成為許氏集團的合作夥伴？跟你做項目，那是我們許氏給你賞飯吃。據我所知，你們啟航集團要是無法參與此次的項目，怕是撐不了多久就要倒閉吧？我微微蹙眉，有些不悅。許楊梅，做人不能太過分，你給我留一份生機，日後我們好相見。楊啟航一個踉蹌，險些沒站穩。日後好相見，你配合我見面嗎？留下這句話，我便扭頭就走。賤人，你不要瞧不起我，你會後悔的，我要讓你付出代價。楊啟航徹底破防，大聲怒否道。很快官司的結果就出來了，毫無疑問，王小雨輸了。王小雨賠不起我的項鏈，只能被強制執行拍賣啟航公司房產以及車輛，這才勉強還我一半。而那些跟着王小雨對我實施傷害的，也被我索要了賠款，他們也紛紛因此記恨上了王小雨，尤其是楊麗麗。至於劉文杰，我並沒有輕易的放過他。在辭退他後，我便將酒店的所有人員召集在了一起，詢問他們是否有被劉文杰騷擾的經歷。起初大家都一致否認，可是我卻發現了其中2、3名的女孩臉色不太對。其中一名女孩叫江小魚，性格比較軟弱，在我上班的期間，我經常看見她與劉文杰之間有些親密舉動。開大會沒過幾天，便有女孩來向我舉報，不過舉報的都是一些潛規則未遂。看着那些聊天記錄和短信，我只感到十分惡心。這種身居高位的男人，只會用自己的權力去壓迫年輕的女孩子。我等了許久都沒有等到江小魚，於是我決定親自去會一會她。你和劉文杰什麼關係？面對江小魚，我沒有拐彎抹角，而是直接指了出來。沒關係啊，我們上下屬。江小雨被我的直接嚇到，有些語無倫次地說道：他逼你了，對不對？如果你不說，這將是你失去最後一次求救的機會。留下這句話，我便轉身就走。我說，他強姦了我，他手上有我的照片，還多次逼我與他。江小魚低下頭，眼神裡滿是糾結。沉默片刻，他才緩緩開口，像是下定了某種決心。
而且你被認成小三也不是巧合。聽到江小魚的話語，我心中的疑惑得到了肯定，這件事情果然有蹊蹺。這都是我那天無意間聽到的。楊先生知道他的老婆要來查崗，提前聯繫了劉文杰，讓他安排一個女孩上去頂罪。剛好你那天得罪了他，所以江小魚欲言又止。畜生！我握緊拳頭，狠狠地捶在桌面上，我定要讓他付出代價。杨啟航一案結束，我将江小魚的案子交給了律師代理。强姦這件事情有點複雜，可是對於許氏集團的金牌律師來說，不過是一樁小案。可是我卻不會讓劉文杰就這樣舒舒服服地進去。我將劉文杰騷擾那些女孩的照片發到了網上，以及用床照威脅的聊天記錄，還將劉文杰的照片放了出來。很快就引起了網友們的騷動以及共情，紛紛對劉文杰開炮。職場性騷擾在生活中並不少見，但是卻很少有人公之於眾。有了劉文杰的出現，眾多網友找到了攻擊對象和發洩情緒的出口。在我的有意引導下，網友們紛紛追到了劉文杰工作的位置。自從刘文杰被辞退後，其他公司也不敢接受他，他只能再接一些不需要背調的散活。可是現在有了网友的推波助澜，他連體力活都找不到了，只能流落街頭。後來江小魚的起訴更是将刘文杰推向了风口浪尖，因为這件事情在網上的關注度十分高，所以審理的法院壓力十分大，不敢出一絲差錯。因為江小雨的出現，更多遭受劉文杰黑手的女孩出現，她們有的是劉文杰鄰居，有的是劉文杰的同學，還有一些是前同事。併案處理可謂是給法院上了一波壓力，一下子就正式了起來。同時我也借着這樁事情在各個公司裡排查了一遍，防止再有這種畜生出現在公司。在公司上班的這段時間，我也通過一些雷霆的手段震撼住了一些人，可還是有一些人認為我年紀太小，德不配位，對我不服氣。楊總就是這麼一個人，在公司裡面與我水火不容。可是這天他卻突然邀請我去吃晚飯，我雖有不解，但仍然赴了約。卻沒想到我見到的不是楊總，而是楊啟航。楊總，楊啟航。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恍然大悟，難怪他楊啟航一個小小的公司能跟我們許氏集團做生意，原來是背後有人啊。許總，我敬你。楊啟航舉起酒杯，一臉勝券在握的樣子。我不想與他過多糾纏，拿起包包就要走，他卻走上前將我攔住，猛地就將我撲倒在沙發，向我的不斷的靠近，最後貼在我的耳旁說道：“許楊梅，我會讓你付出代價的。我是許家千金，你能對我怎樣？”我死死地盯着他，我想他應該知道傷害我的下場會是什麼。我自然不敢對你做什麼。我以為今晚會是一場硬仗，可沒想到我輕輕一推，他便從我的身上離開了。我開始對他的行為有些摸不住頭腦。回到公司後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將那個所謂的楊總踢了出去。我不管他是什麼總，凡是有害於我的，我都不會心軟，即使是付出代價。我也借着此時給那些搖擺不定想給我下絆子的人一個下馬威，讓他們知道我許楊梅不是好惹的。正當我疑惑楊啟航的真正目的時，我在今早的新聞上看到了我自己的身影。許氏千金未婚先孕，居然戀上了以父之夫，還被原配打得跪地求饒。配圖便是我在酒店被王小雨打的照片，以及昨天和楊啟航的曖昧照片。照片是錯位的親吻照，一時間視頻下面都是網友對我的咒罵，說我不檢點，勾引有婦之夫，甚至於還有人攻擊我的長相。看到這篇新聞時，我差點沒笑出聲來。這就是他的意圖嗎？試圖通過污衊來毀掉我的清白，導致許氏股票下跌。正當我疑惑時，我就收到偵探的回話，我才發現原來我的猜想都是真的。楊啟航真的是一個同性戀，難怪昨天並沒有碰我。原來那天我在酒店見到的男生便是他的情人。他為了掩蓋這個秘密，每每與情人廝混的時候，都會準備一個女人來當替罪羊。而這次他的替罪羊則是我。每每王小雨找上門捉姦時，楊麗麗都會提醒楊啟航，所以導致王小雨一直被蒙在鼓裡，認為自己的老公被狐狸精勾了魂，卻從來沒有向另外一個方向思考過。至於那些被王小雨誤傷的女孩，最後都拿了補償，吃了個啞巴虧。所以王小雨遇見這種事情才會如此猖狂。偵探來的消息更加離譜的是，那個情人居然是王小雨的親弟弟王凱文，而且當初楊啟航與王小雨的婚姻便是王凱文一力促成的。偵探還發來幾張楊啟航與男人在床上的一些照片，看着這慘不忍睹的照片，我默默地按下了保存，並且在辦公室打印了一份。做完這些，在我心裡便有了回擊的招數。既然他想利用輿論，那便先讓這火燒起來，讓網友們的怒火到達巔峰。我高高興興地回家，卻不曾想在停車場下碰見了王小雨。他渾身被包裹着，沒有露出一寸皮膚，我一下子還沒認出來。要不是他想要對我動手，他一看見我就是一巴掌過來。但我這次可是長了經驗，我一下子就拍開了他的手，反手給他一巴掌。賤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王小雨氣急敗壞，上來就想撲倒我。你難道不想知道真正勾引你老公的是誰？我瞪着他大聲說道。聽到我的話語，他腳步一頓。你次次查到他的房間，可是卻次次撲了個空，每次都傷害無辜。你真的以為這是巧合嗎？那你也太天真了吧。見他不說話，我又繼續說道。不然呢？王小雨看向我，眼睛裡面滿是迷茫。
他這麼好，從來不與別的女人親近，對我的家人也十分孝順。可是我總感覺他外面有女人，總是忍不住懷疑。可是就算我這麼多疑敏感，多次誤傷無辜，導致賠了那麼多錢，他也從來沒有怨過我一句。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可能他從來沒有出過軌，是我太多疑了吧。王小雨低下頭，眼神有些失神，有些自我懷疑地說道：女人的第六感是準的，她從來不与別的女人親近，难道你就沒有想過，她压根就不喜歡女人吗？你在放屁！聽到我的話語，王小雨猛地抬頭，一臉的不可置信，一下子愣在原地，有些恍然大悟，像是想到了什麼，隨即立刻摇了摇頭，喃喃道：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是最愛我的。你心中已經有了答案，不是嗎？是誰介紹你們認識的？又是誰撮合你們在一起的？我走向他，不停地逼問着。弟弟。见他说出名字，我将打印出來的照片甩在了他的面前。你自己好好看看吧。你之所以每次都抓不到，是因為杨丽丽每回都提前通知了杨啟航，所以你每次都會撲個空。楊啟航根本就不是你的愛人，他壓根愛的就不是你，他深愛的是你的親弟弟，孝順你父母也是因為他們也是你弟弟的父母。為什麼會這樣？耍了我？我要讓他們付出代價。王小雨撿起這些照片，眼睛漸漸地恢復了清明。在他撿照片的同時，臉上的面巾脫落，露出他臉上的傷痕。感受面巾掉落，王小雨急急忙忙地將面巾撿起來掛在了臉上。他家暴我，我以為這些都是我的錯，所以我沒有反抗，沒想到我的這一生都是被他耍了，我一定不会放過他的。王小雨握緊拳頭，像是下了某種決定。我沒有講話，目送了他離開。王小雨回家後，他便發布了一則說明，澄清了我小三的身份。只不過網友們並不買賬，反倒紛紛指責他臉上的傷痕是我所造成的，是我在對他威逼利誘。這則說明讓許氏的股票更加下跌。公司的董事會們也對我有些不滿，但是都被爸爸壓了下来，因為他說他相信我，我依舊沒有動手。我相信王小雨絕對不是好惹的人。果然，在第二天便傳出了楊啟航家暴的視頻，一時間晚上的輿論紛紛倒戈，大批網友到公司賬號下跟我道歉。可這件事情並沒有完，接二連三又爆出了楊啟航跟弟弟的視頻，一時間之前被杨啟航用金錢買通的女生紛紛出來作證，說他們也曾被王小雨毆打過，只不過用金錢買通了，更有甚者用父母的生命威脅。我也是受害者的一員，網友們紛紛表示同情。許氏集团的股票直線上升，討論度也越来越高，甚至比以往更甚。我這個許氏千金也成為了許氏集團的一個代表性標誌。當我正以為會愈演愈烈的時候，楊啟航卻從世界上消失了，沒有了他的消息，這件事情也就此平息。我也並沒有精力再去處理他的事情，只是任由他自生自滅。來到集團總部，我做的第一件事並非急於開展新項目，而是着手內部清理。那場無妄之災像一面照妖鏡，不僅照出了楊啟航、劉文杰之流的醜惡，也映出了集团內部某些人的心思不正。在這件事上，爸爸給了我極大的權限和支持。人事方面的問題，爸爸已經很久不管了，沒想到竟然惹出了這麼大的亂子。所以，當我提出要進行大洗牌後，爸爸欣然同意了。我首先從人事和監察部門入手，調取了近期所有的人員晉升、績效考核以及投訴記錄。那位曾與楊啟航裡應外合，試圖給我設宴的楊總，雖然已經被踢了出去，但暴露出的問題卻不少。我讓審計部門迅速介入，很快查出了他在項目審批、資金流動上的多處紕漏和以權謀私的證據，還扯出了背後一整條利益鏈。我將相關的人員全部清理了出去，並且由於他們違法的事實證據確鑿，所以並不需要賠償1分錢。他們也知道自己理虧，只能灰溜溜地收拾東西滾蛋了。雷霆手段之下，集团裡其他一些持觀望態度或暗中覬覦的高管們頓時收斂了許多。而江小魚那邊，我始終沒有忘記他。在處理完最緊急的人事調整後，我讓助理找到了他的聯繫方式。再次見到江小魚，是在集團樓下的一家安靜的咖啡館。她是個十分削瘦的女孩子，眼神怯怯的，眼睛裡帶着紅血絲，但看到我時，那雙眼睛裡燃起了一絲微弱的光。許總，她緊張地絞着手指，幾乎不敢抬頭看我。坐吧，我盡量讓語氣溫和。最近怎麼樣？把劉文杰送進去之後的那幾天，我終於能睡個安穩覺了。江小魚微微低頭，還是沒有抬頭看我。劉文杰的案件前不久完結了，他被判了5年，但網絡上關於這個案件的輿論一直都沒有平息。雖然大部分人都對江小魚的遭遇感到很同情，但也有不少的一群人對着江小魚指指點點。工作找得怎麼樣了？我不想揭開他的傷疤，特意岔開了話題。想不到他卻苦笑了一下，搖了搖頭。工作有些難找，雖然他們嘴上不說，但其實心裡還是很介意我這個把曾經的上級送進監獄的人。他咬着自己的嘴唇，像是在承受很大的痛苦。那不是你的錯。我直視着他的眼睛，語氣堅定。錯的是劉文杰，你很勇敢，你不僅幫了你自己，也幫了其他可能受害的人。他的眼眶瞬間紅了，嘴唇微微顫抖。江小魚，我記得你在酒店工作時，雖然性格內向，但對客戶需求記錄得非常細緻準確，幾次突發情況下的應急處理也很有條理。
我漸漸将話題引向今天來見他的目的。刘文杰打壓你，不是因為你能力不足，恰恰是因為你不願屈服於他的淫威，讓他感到了威脅。他驚訝地抬起頭，似乎沒想到我會知道這些細節。我現在在集團需要重建一支值得信任的團隊，需要既有細心任性，又懂得珍惜機會、忠誠可靠的人。你願意來幫我嗎？我看着他，眼睛裡滿是真誠。江小魚愣住了，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。徐總，我可以嗎？我只是個高中畢業，學歷不代表一切，能力和品行更重要。我可以給你一個起點，但從哪裡開始，能走到哪裡，取決於你自己。我頓了頓，補充道，當然，我會讓你從基礎崗位做起，接受系統的培訓，會有人帶你，但要求也會很嚴格。你願意接受這個挑戰嗎？我願意，我願意。江小魚幾乎是立刻回答，聲音因激動而哽咽。徐總，謝謝您，謝謝您還願意相信我，給我機會，我一定不會讓您失望的。他站起來，對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我點點頭，好，下周一來集團人事部報到，會有人給你安排職位和培訓計劃。記住，在這裡，你只需要憑本事說話，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臉色。是，我明白。他眼中閃爍着希望和決心的光芒。江小魚入職後被安排在總裁辦的行政助理崗位進行輪崗學習，他確實如我預料的那樣，展現出了驚人的潛力和韌性。他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機會，幾乎投入了全部的熱情和精力。他在工作中極其認真細緻，交給他的任務無論多瑣碎，他都能處理得井井有條。而且他學習能力也很強，很快掌握了各種辦公軟件和業務流程，甚至利用業餘時間報班學習英語和財務管理。他性格中的軟弱似乎在被那場磨難和新的工作環境逐漸淬煉掉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沉靜的坚韌。因為經歷過最深的黑暗，所以他更懂得感恩和忠誠，对我交代的事情格外上心，總能想到前面。他默默觀察學習，很快就能在我需要的時候恰到好處地提供所需的文件或信息。我有意培養他，一些不太重要的小項目會交給他跟進，他總能超額完成任務，並且提交上來的報告數據詳實、分析透徹。他的才華曾經被劉文杰的打壓和污濁的環境徹底埋沒，如今終於在合適的土壤中開始綻放。有一次，我讓他整理一份過去3年與類似啟航集團規模的公司合作的項目評估報告，他不僅按時完成了詳盡的報告，還額外附上了一頁自己對這些項目成敗關鍵點的分析總結，視角獨特，思考程度深刻，讓我頗為驚喜。做得不錯，我翻看着報告，肯定道，分析的角度很有想法。下周的投資分析會，你跟我一起去做會議記錄。江小魚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來，臉上泛起了興奮的紅暈。謝謝徐總，我一定好好準備。集團內部的氛圍在我的整頓下逐漸輕泯，整個團隊也都重新洗牌，集團高層全部都替換成了我的心腹，公司的業績開始穩步提升，董事會裡的那些質疑聲漸漸平息下去。父親看到我的成績，眼中滿是欣慰，因為我雷厲風行的手段，現在的手下都對我心服口服。我在公司的地位也日益穩固，父親看着我日漸沉穩幹練，眼中欣慰之餘，似乎又起了別的心思。一個周末的家庭晚餐桌上，阿姨細心布菜，我剛坐下，就看到父親和母親交換了一個眼神。隨後，父親清了清嗓子，看似隨意的提起：“梅梅啊，最近工作還順利嗎？也別太累了。”“挺好的，爸，雖然有點挑戰，但還能應付。”我笑着回答，隱約覺得他有些欲言又止。父親沉吟片刻，還是開了口：“黃氏集團的黃老爺子前幾天跟我打高爾夫，提起了他的小兒子黃振宇，剛從海外回來不久，現在也在家族企業裡幫忙，能力很出眾，性格也不錯。”我夾菜的手微微一頓，來了。熟悉的聯姻話題，若是以前，我肯定會立刻皺起眉頭，要麼直接拒絕，要麼乾脆甩臉離席，覺得他們又想操控我的人生。但經歷了酒店那場無妄之災，見識了人心險惡，也感受到了父親毫無保留的支持和庇護，我的心境早已不同往日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在這個世界上，真正無條件為我着想，在我跌入谷底時能毫不猶豫接住我的，只有家人。他們或許思想有些傳統，但初衷絕對是希望我好。見我沒有像往常一樣立刻反駁，父親有些意外，他放低了聲音，溫和地開口：“這宇那孩子我見過幾次，儀表堂堂，待人接物也很有分寸。你看要不要找個時間認識一下，就當多交個朋友。”看着父親小心翼翼的樣子，我心中微微有些心疼。過去我的叛逆傷害到了他們，讓他們連只是提起這樣的話題都要如履薄冰。我放下筷子，輕輕嘆了口氣，語氣平靜：“爸，我知道你們是為我好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總想着叛逆，排斥你們安排的一切。”我頓了頓，迎上父親有些驚訝的目光。現在我想明白了，見一面吧，就當認識個新朋友，至於合不合適，以後再說。父親和母親對視一眼，臉上都露出了驚喜又寬慰的笑容。母親連忙說：“好好好，就是認識一下，沒別的意思。梅梅，你能這麼想，媽媽太高興了。”於是，在一家格調高雅、隱私性很好的餐廳，我見到了黃振宇。在走進包廂裡的那一刻，我的腳步頓了一下。坦白說，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有些意外。
我原本以為會看到一個被家族寵壞，可能帶着幾分紈絝氣的富家公子，但眼前的黃振宇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樣。他身材颀長，穿着剪裁得體的深色西裝，看不出品牌，但能看出衣服的質感很好。他的五官深邃俊朗，眼神明亮而清澈。黃振宇看到我走進來，趕忙站起身為我拉開椅子，動作自然流暢，彰顯着他良好的教養。徐小姐，你好，我是黃振宇，很高興認識你。他的聲音溫和悅耳，沒有刻意討好，也沒有居高臨下，只有平等的尊重。黃先生你好，我是許楊梅，幸會。我頷首微笑，落落大方。晚餐過程中，我們聊得很順暢，他並沒有像某些相親對象一樣急於炫耀自己的家世、學歷或成就，也沒有查戶口似的盤問我的情況。我們的談話從最近的財經新聞聊到國內外市場環境的差異，再到對一些新興產業趨勢的看法。我發現他的思維非常敏捷，見解獨到，而且很善於傾聽。他能精準地理解我的觀點，然後提出有建設性的反饋。當我說起自己正在集团內部推行的一些改革和看好的項目時，他聽得非常認真，眼中流露出讚賞。許小姐很有魄力和遠見，她真誠地說，我非常贊同你的觀點，家族企業的傳承不在於守成，而在於創新和突破。你能在這麼年輕的時候就能有這麼深刻的見解，非常難得。這和我之前遇到的那些要麼覺得女人就該安分守己，要麼試圖否定我來彰顯自己優越性的男人截然不同。黃先生過獎了，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嘗試而已，畢竟不能永遠活在父輩的羽翼下。我回答道，確實如此。他贊同地點頭，而且擁有自己的事業和追求，本身就是一個獨立個體價值的體現，這與性別無關。我很欣賞許小姐這樣的女性，她的話語裡沒有絲毫大男子主義的氣息，反而是全然的尊重和支持。這種態度讓我感覺很舒服，也願意多聊一些。晚餐結束時，氣氛一直很愉快。他送我上車時，語氣溫和而坦誠，許小姐，今晚和你聊天非常愉快，你是個很有趣也很有想法的人，希望我們以後還能有機會像朋友一樣交流。我也笑了笑，謝謝，今晚我也很愉快，保持聯繫。車子啟動後，我看着窗外流光溢彩的街景，心情有些複雜。黃振宇無疑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對象，英俊有才，尊重女性，幾乎是完美的聯姻人選。和他相處確實讓人如沐春風，但是我心底深處那場風波留下的陰影尚未完全散去。我對男女關係或多或少還存有一絲警惕和審慎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現在全部的心神都撲在如何鞏固自己在集團的地位，如何帶領許氏走向新的階段上。我暫時還沒有太多的精力去投入到一段需要精心經營的感情中。過了幾天，黃振宇發來了問候的信息，並委婉地表達了希望再次見面的意願。我想了想，決定坦誠相告。我回復他，黃先生，很感謝你的賞識，你非常優秀，和你交流也很愉快。只是我目前剛剛接手集團事務不久，許多事情都需要投入全部心力去學習和處理，暫時可能沒有太多閒暇和時間去考慮個人感情問題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消息發出後，我略有忐忑，不知對方會作何反應。很快，他的回復來了，語氣一如既往的溫和得體，完全理解。事業剛起步的時候，確實會非常忙碌，請不要有任何壓力。我很享受和許小姐作為朋友的交流。如果以後在工作上有什麼需要討論或者我能幫上忙的地方，一定要聯繫我。祝你一切順利。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我鬆了口氣，同時對他好感又增了幾分。他的理解和分寸感確實難得。也好，就先這樣吧，從朋友開始，順其自然。未來的路還長，誰又知道會發生什麼呢？眼下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集團的事業蒸蒸日上。就在我以為內部整頓完畢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時，一個突如其來的變故打破了平靜。這天下午，我正在審閱下一季度的預算報告，辦公室的門被敲響了。江小魚拿着一份文件走進來，臉色有些發白，眼神裡帶着慌張的神色。許總，不好了！他聲音有些急促，將文件遞到我面前。我放下筆，接過文件。怎麼了？別着急，慢慢說。是我們剛剛啟動的智能庫存系統項目。江小魚深吸一口氣，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。合作方剛才緊急聯繫我們，說他們接收到的我們提供的核心布局數據存在大量人為篡改的痕跡。我心裡咯噔一下。智能庫存系統是許氏集團未來5年戰略轉型的重點項目，投資巨大，也是我接觸集團業務以後接手的第一個大項目。基礎數據的準確性是項目的基本，一旦出錯，後續的所有設計施工都將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具體什麼情況？數據差異有多大？什麼時候發現的？我立刻追問，眉頭緊鎖。合作方是在進行初步模型構建時，發現跟原來的模型產生了衝突，深入核對後才確認的。差異非常隱蔽，不是整體替換，而是在關鍵參數上做了微小但致命的修改。這些修改足以讓整個系統的設計和工程陷入巨大風險。他們懷疑是我們內部提供的原數據出了問題。江小魚語速很快，但條理清晰。原數據，我立刻起身，立刻通知項目組所有核心成員，半小時後1號會議室緊急會議，封鎖所有原始數據權限，馬上。是。江小魚立刻轉身去安排。
接下來的時間，整個項目組陷入了高度緊张的狀態。我們調取了所有數據修改的記錄，從最初的勘探团队到数据錄入、審核、傳輸的每一個環節，逐一排查。我親自坐鎮，和技術人員一起盯着屏幕上的日誌和備份數據。時間1分1秒過去，窗外的天色漸漸暗沉。我們排查了所有經手人員，全線日誌看起來都沒有異常，數據在某個時間點之前都是正確的，之後卻變成了錯誤版本，而系統日誌卻沒有顯示任何覆蓋或修改的記錄。這簡直像是幽靈操作，不知不覺就工作到了深夜。我看着陪在一旁，眼睛都快睜不開，卻還在強打精神核對名單的江小魚，心裡有些過意不去。小魚，很晚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明天還有得忙。我開口道。江小魚搖搖頭，揉了揉發酸的眼睛。徐總，我沒關係，多個人多份力，這個項目太重要了，不找出問題，我回去也睡不着。我看着他堅定的眼神，沒有再勸。這姑娘的韌性和忠誠，讓我感嘆自己沒有找錯人。看來她將來一定會是一個得力的幹部。我們一直排查到凌晨3、4點，才勉強有了一點模糊的眉目。問題似乎出在數據歸檔和轉存的某個中間環節，有人利用了一個極短時間的系統漏洞，植入了錯誤數據，並且幾乎抹去了所有操作痕跡。此人手法非常老道，絕非普通員工能做到。但具體是誰，怎麼做到的，還沒有頭緒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只在辦公室的休息間簡單洗漱了一下，就頂着一對濃重的黑眼圈，準備繼續投入戰鬥。剛在辦公桌前坐下，內線電話就響了。徐總，一位姓黃的先生在1樓前台，說想見您，沒有預約，但他說是您的朋友。前台小姐的聲音有些遲疑，難道是黃振宇？他怎麼會突然來公司找我？雖然有些意外，但我還是說，請他上來吧。幾分鐘後，黃振宇走進了我的辦公室，他今天穿了一身休閒西裝，顯得清爽又挺拔。看到我明顯睡眠不足，一臉疲憊的樣子，他愣了一下，眼中飛快地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心疼，但很快就被克制下去，恢復了往常的溫和。許小姐，冒昧打擾了，他語氣帶着歉意。黃先生，早上好，請坐。我勉強笑了笑，示意他坐下。怎麼突然來公司找我？是有什麼事嗎？黃振宇沒有繞圈子，神色略顯凝重地說：許小姐，我昨天從一個生意夥伴那裡聽到一個有些奇怪的消息，覺得可能對你有用，想了想還是直接過來一趟比較好。什麼消息？我坐直了身體。那個合作夥伴說，前幾天有人試圖接觸他，暗示他的手上有關於許氏集團某個重要項目的內部消息，想要賣給他。對方要價不低，但說話遮遮掩掩，我那朋友覺得來路不正，就直接拒絕了。我的心猛地一沉。黃振宇繼續道，他拒絕後，對方似乎很不甘心，還暗示說找了不止他一個人。我朋友就當個笑話講給我聽，但我覺得有點不對勁。對方既然能找上他，說明是盯上了許氏，而且目的不純。看到我逐漸凝重的神色，他話頭一頓，許小姐，難道？沒錯，他似乎已經找到了買家，並且已經動手了。我微微皺着眉，腦子已經在飛速運轉。黃振宇低下頭，語氣有些自責。我本來想等下次見面再提醒你，但昨晚越想越覺得，對方既然在我朋友這裡失敗了，很可能不會罷休，會加快動作找其他目標，或者用更直接的方式發難。沒想到他動作這麼快。我笑着安慰他，謝謝你來提醒我，你這個消息很重要，知道了是有人背後搗鬼，我就能更快鎖定問題了。那究竟那個想要下黑手的人是誰？你心裡有什麼猜想嗎？黃振宇擰着眉問道。一說到跟我有仇，並且有動機用這種陰損手段報復我的人，我的腦海裡幾乎瞬間就跳出了一張臉。楊啟航，他雖然倒了，但他經營公司多年，在行業內總還有些殘存的關係網，或者認識一些見不得光的人，而且他對我恨之入骨。看到我的表情變化，黃振宇敏銳地察覺到，你想到是誰了？我神情凝重地點了點頭，一個結了死仇的人。我沒有時間，也沒有心情把楊啟航、王小雨、劉文杰那些骯髒事細細道來，只是粗略地說了些關鍵信息。黃振宇聽完，眉頭緊鎖，臉上浮現出慍怒，居然還有這種畜生一般的男人。他放在膝蓋上的手微微握緊，可惜當時我不在你身邊，否則一定不會讓你受到這種委屈。他的語氣真誠而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保護欲，讓我心頭微微一動。看着他真情實感為我感到憤怒的樣子，讓我心裡升起一股暖流。我搖了搖頭，笑容裡帶着幾分釋然。事情都過去了，我也慶幸當初遭遇了那種事情，才讓我迅速成長起來，蛻變成了今天的模樣。只是沒想到他的報復會以這種方式到來。黃振宇看着我，目光中那份欣賞又加深了幾分。他很快回到正題，項目上出現的問題，現在情況怎麼樣？有沒有什麼我能幫上忙的地方？我猶豫了一下，將集團內部的核心項目問題告知一個外人，似乎有些不妥。但轉念一想，黃振宇的人品和格局我已經有所了解，他主動前來示警已是善意，而且他現在是唯一能提供外部視角和線索的人，眼下解決問題最重要，矯情和過度防備在這種時候十分沒有必要。以我許陽梅和許氏的實力，就算成了他的人情，日後也還得起。想到這裡，我下了決心，問題很棘手。我將數據被篡改的情況和昨晚排查的進展簡要告訴了他。
我們懷疑是內部流程漏洞被利用，但還沒找到確鑿證據和具體手法。黃振宇聽得非常認真，沉吟片刻後說：“如果不介意的話，我想幫你一起分析看看。我們黃氏在信息安全方面也投入不少，或許能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路。”好，我這次答應得很乾脆，那就拜託你了。我讓江小魚將智能庫存系統項目相關的資料都整理出來，拿給了黃振宇。接下來的整整一天，我和黄振宇還有項目組的核心技術人員幾乎都泡在會議室裡。黃振宇没有絲毫架子，完全投入其中。他從一個外部視角進行分析，給了我們很大啟發。夜深了，項目組的其他人都陸陸續續下了班，我跟黃振宇簡單吃了點晚餐，就回到我的辦公室繼續奮鬥。終於，在經過了一整天的分析後，我們找到了一個極其隱蔽的突破點，一個已經被遺忘的、屬於早已離職的前技術總監的備用管理員賬號，在某個深夜通過境外代理服務器有過一次極短暫的登錄記錄，而那個時間點正好和數據異常出現的時間吻合。雖然對方清理了大部分操作日誌，但這一次登錄記錄如同黑暗中劃亮的第一根火柴，照亮了追蹤的方向。只要順着這個賬號往下查，就能找到那個人了。我站起身，看着黃振宇的雙眼說道，由於有些激動，我的聲音微微顫抖。黃振宇看着我，疲惫的眼睛裡也露出欣喜的神色。在空曠的辦公室裡，我們就這樣對視了一會。我率先察覺到了氣氛的微妙，輕咳了一聲，趕緊轉移了視線。他也馬上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，有些慌亂地站起身。我該走了。我點點頭，沒再看他，直到辦公室的門傳來響聲，我才鬆了一口氣。我扶着自己有些發燙的臉頰，感到有些不可思議。這種悸動我已經很久沒有感受到過了。我讓自己穩了穩心神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把這一關度過去。雖然找到了突破點，但一想到楊啟航如同陰溝裡的老鼠，用如此下作的手段報復，心頭還是蒙上了一層陰霾。揉了揉發脹的太陽穴，我離開辦公室，乘坐電梯來到了地下停車場。此刻已是深夜，停車場裡異常安靜，只剩下我高跟鞋敲擊地面發出的清脆回響，在空曠的空間裡顯得格外清晰，甚至有些刺耳。慘白的白炽燈光將我的影子拉得很長，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總覺得今天的停車場格外冷清，空氣中彌漫着一絲不安的氣息。我下意識地加快了腳步，朝着我那輛熟悉的座駕走去。我剛準備伸出手拉開車門，突然一道黑影從一輛高大的 SUV 後面猛地竄了出來，一股巨大的力量從身後襲來。一條粗壯的手臂死死地勒住了我的脖子，另一隻手則捂住了我的口鼻，一股刺鼻的化學藥劑味道瞬間湧入鼻腔。我驚恐地瞪大了眼睛，拼命掙扎，雙手去掰扯那隻鐵鉗般的手臂，雙腿胡亂地蹬踢着，但對方的力氣極大，我幾乎無法呼吸，更發不出任何呼救聲。絕望瞬間彌漫上我的心頭。不，放開！我艱難地擠出幾個音節，恐懼如同冰水澆頭。就在我以為自己要窒息暈厥的前一秒，一道清亮的聲音從遠處響起。放開他！黃振宇的聲音在停車場裡響徹，在空曠的空間裡激起久久不散的回聲。緊接着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迅猛逼近，勒住我的力量猛地一鬆，身後傳來一聲悶哼和重物倒地的聲音。我失去支撐，腿一軟，直接跪倒在地，劇烈的咳嗽起來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鮮空氣。我驚魂未定地抬頭，只見黃振宇正和一個身材粗壯、面目猙獰的男人扭打在一起。黃振宇看起來文质彬彬，但身手卻出乎意料的利落。幾記乾淨有力的格擋和反擊，迅速將对方制服在地，用膝蓋死死頂住了對方的背心，將其雙手反剪。沒事吧，許小姐？黃振宇急促地回頭問我，眼神裡滿是擔憂，鬢角因為剛才的劇烈動作滲出了細汗。沒事，我聲音沙啞，心臟還在狂跳，撐着車身勉強站起了身。黃振宇立刻掏出手機報警，語氣冷靜而清晰地向警方說明了地點和情況。等待警察到來的時間裡，那個被制服的男人在地上不甘地咒罵着，黃振宇絲毫不敢鬆懈，牢牢地控制着他。很快，警車呼啸而至，黃振宇簡單說明了一下情況，我們被一同帶到警局做筆錄。在警局裡，那個襲擊我的男人在審訊下很快就招供了。他稱自己是在某個見不得光的地下網站看到了一份資料，裡面詳細列出了我的姓名、年齡、照片、公司地址，甚至還有我通常下班的時間段和獨來獨往的習慣備注。網站上有匿名人悬賞，要給我一個深刻的教訓。他最近賭債纏身，看到覺得目標看起來柔弱又好下手，報酬又高，就動了邪念，來停車場蹲點。沒想到真的讓他等到了落單的我。把我的名字放到地下網站的人，聽到這裡，我的後背竄起一股寒意。這種陰毒又熟悉的手法，讓我的腦海裡立刻浮現出一個名字：楊啟航。他破壞我的項目還不夠，竟然想要直接對我下手。做完筆錄，從警局出來時已經是後半夜了，夜風一吹，我才感覺到一陣後怕的涼意，身體微微發抖。黃振宇脫下自己的西裝外套，輕輕披在我肩上，外套上還殘留着他的體溫和淡淡的木質香氣，竟然讓我感到一絲心安。還好嗎？他的聲音低沉而溫柔。我剛剛開車出來，還沒駛出路口，就隱約聽到停車場那邊有動靜，趕緊掉頭回來看看。幸好我回來了。
黃振宇的表情看起來像是心有餘悸。謝謝你，振宇。我脱口而出他的名字。如果不是你，後果将不堪設想。別怕，現在沒事了。他輕聲安慰道，然後猶豫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問：已經很晚了，你又受了驚嚇，一個人回去我不放心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話，讓我送你回家，可以嗎？經歷了剛才的生死一線，此刻的我的確不想一個人待着。看着黃振宇真誠的眼神，我點了點頭，沒有拒絕他的好意。好，那就麻煩你了。純白色的邁巴赫平穩地行駛在寂靜的午夜街道上，我們都沒有再多說話。一種劫後餘生的慶幸浮上我的心頭。經過了一天的折騰，我本就已經有些疲憊了，再加上現在終於安下心來，我有些昏昏欲睡。不知道什麼時候，我竟然在車上睡着了。到了我家樓下，黃振宇將車停穩，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：許小姐，我們到了。太久沒有說話，他的聲音帶着些許沙啞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有些抱歉地對着他笑了笑。抱歉，我實在太累了。他搖了摇頭，看來我開車技術不錯，能讓許小姐睡得這麼香。我噗嗤一聲笑了，那我先上樓了，今天真是太感謝你了，改天我一定登門道謝。黃振宇點了點頭，我看着你上去，他溫和地說。隨後他轉身下車，幫我打開車門，又體貼地將一隻手墊在車框上，防止我的頭撞倒。我下了車，向前走了幾步，又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。只見黃振宇就站在車旁，保持着一段禮貌的距離，對着我微笑。直到我走過了花園，又打開了家門，再次回頭對他示意自己安全了，他才仿佛鬆了口氣，衝我揮了揮手，然後轉身上車，緩緩駛離。找到了關鍵的備用賬號的線索，一切就如同抽絲剝繭般順暢起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將公司裡的技術團隊召集了起來，我們一起順藤摸瓜，不僅徹底鎖定了楊啟航通過其表清賬戶進行資金往來的鐵證，還修復了被篡改的數据，並緊急加固了系統所有可能的漏洞。幾天時間裡，我親自坐鎮項目組，帶領核心成員爭分奪秒的工作。我們與合作方保持高頻溝通，重新校驗了所有基礎數據，調整了受影響的初步設計方案。雖然過程緊張忙碌，但方向明確，團隊士氣高昂。最終，我们成功地將項目拉回了正軌，避免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聲譽風險。許氏集團安然度過了這次突如其來的危機。在終於將問題完滿解決後，整個辦公室的人都歡呼了起來。我也大方地給所有項目組成員放了假，又發了一筆豐厚的獎金。消息傳出後，業內一片譁然。楊啟航不僅陰謀破產，其卑劣手段和徹底失去信譽的行為更是在圈內傳開，從此聲名掃地，再無人敢與他合作，真正陷入了眾叛親離、寸步難行的絕境。聽說他後來欠下了巨款，灰溜溜地離開了這座城市，不知所蹤。這個曾經給我帶來無盡痛苦和麻煩的男人，終於徹底從我的世界裡消失了。經過這次危機，集團內部也更加團結，我的領導能力和危機處理能力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認可，地位愈發穩固。父親看到我將集團打理得井井有條，感到無比欣慰，逐漸放手，將更多權責交到我手中。而在此期間，我和黃振宇的關係也自然而然地升溫。我的獨立、智慧和果敢，在他眼中是極其難得的品質。我也因為終於有人可以懂我而感到開心。慢慢的，我們成了對方生命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對我的照顧總是無微不至的，會默默記下我的喜好，然後時不時地送我一些恰到好處的禮物。由於我們之間對於很多事物的看法也很相通，所以漸漸的越來越默契。在集團各項業務都進入穩定發展期後，一個星光璀璨的晚宴上，在雙方親友的見證下，黃振宇向我正式求婚了。沒有誇張的排場，但每一個細節都充滿了真心和愛意。我看着他眼中清晰映出的自己，微笑着點頭答應了。我們兩人的結合被視為商界的一段佳話，門當戶對已經很難得，更難得的是我們心意相通。媒體報道中，我們是被頻頻稱道的勢均力敵的愛情典範。訂婚之後，我們並沒有急於舉辦盛大的婚禮，我們會一起出席商業活動，默契十足，也會在周末拋開工作，享受只屬於兩人的閒暇時光。黃振宇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事業野心，而我也會在他遇到挑戰時提供我的見解和支持。再次聽到楊啟航的消息，是他的死訊，他的公司一夜之間倒塌，欠下了巨額的債務。楊啟航沒有辦法，為了償還債款，沾染上了博彩。這種東西一旦沾上就很難甩掉，他的債務跟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，最後因為無法賠償巨額貸款，被賭場的人活活打死。而他的妹妹楊麗麗則被他的這個親哥哥賣到了賭場還債，在賭場被端掉之後，終於被解救了出來。只可惜，在經歷了將近2年的折磨後，他的精神狀態早已接近瘋癲。而王小雨與他的弟弟也從此反目成仇，王小雨臉上的傷痕無法恢復，造成的毀容只能永遠遮蓋住。江小魚在工作之餘，還挖掘出了更多劉文傑的醜事。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，竟然抓到了劉文傑當年頂替高考的事情。他根本就不是劉文傑，他的真名叫楊凱德。他當年並沒有考上大學，是冒名頂替了劉文傑的位置，並且還將劉文傑殘忍殺害。於是，劉文傑在快要見到光明的那一刻，又回到了監獄。
江小魚說，他總是讓我看到希望，又讓希望破滅。他用那個照片威脅了我一次又一次，每次都是最後一次。那我也讓他嘗一嘗希望破灭的滋味。我們的生活歸於平靜。在风和日丽的一天，我跟黄振宇在普吉島舉辦了盛大的婚禮，各大商界人士紛紛前來參加婚禮，雙方父母開心得臉，都笑酸了。在漂亮的海邊城堡，黃振宇真誠地看着我的眼睛，宣讀了結婚誓言。在讀到最後的時候，我隱約在他的眼裡看到了淚光。晚上，在所有賓客散去後，我們換了一身輕便的衣服，來到海邊散步。楊梅，我到現在都不敢相信，我居然真的跟你結婚了。黃振宇臉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我笑笑，將頭輕輕靠在他的肩膀上。沒關係，你還有一輩子的時間來感受。